男嘉宾赵先生28岁，来自湖南职员，走在他身边的是他的母亲侯女士，53岁，来自湖南退休。女嘉宾小西26岁，来自湖南行政管理，有请小西。这家蛮怪的啊，儿子跟妈站一头，媳妇儿站这边。今天谁要来的？来干嘛？我要来的。我婆婆在家里就特别护着她儿子啊，指使我坐这里坐那里。而且在孩子方面，我也是一点吃备权都没有的，甚至我孩子叫奶奶叫奶奶妈妈，这说明我带我孙子带的好啊。但孩子是我生的，我养的。就去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结婚3年多了嘛，第一年就是在他家过的年，我觉得就我爸妈2个人在一家很冷清。我跟他商量，我说今年能不能到我家里去过个年呀？但我老公一听，他就不同意了。他说要去，那你就自己去。你是嫁过来，你要搞清楚啊。带小孩回去以后，他外婆他们就有点惯，然后惯回来以后，不是惯有什么不好呢？惯的，然后他回来以后，我妈接着带的话，他就比如说好好吃饭，那就不，那叫追着去喂他吃饭。上次带回家2天，我的孙子就病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孙子现在多大了？2岁多。2岁。就生过1回病哈。对。真是挺厉害的，2岁半的孩子就从来没让生过病啊。对。您这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对，我退休以后就干这件事，带孙子。啥事都不干，就在家就专心带小孩。那要你干嘛呀？父亲不就是一动不动如山吗？他就是这样子的。父爱如山是这么说的。我坐这儿有点看不下去了啊！啊，这个母子俩这个在那儿这个报告榜上这个气势，哎呀，感觉很不舒服。要么妈妈能不能换个位置啊？换什么位置啊？妈妈要么到您那儿去。不好吧？那是主持人站的。我倒不介意，我主要怕你儿子没了靠山，不知道怎么活了。他在家里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就想让他去锻炼一下嘛，刷个碗什么的，他就会马上就唱一个他那编的那怪歌，他妈一听，哎，乐呵的就赶紧去帮他做了，或者是什么歌啊？你让他唱出来，你们听听。天天都唱是吗？对，比如说要问他妈要点钱，他也会唱那个歌。你唱乞讨歌，来唱听2句，听2句。哎，不叫乞讨歌啊，这叫妈妈的爱啊！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啊！这有什么不敢唱的，对吧？妈妈啊，妈妈，帮我做点事吧。妈妈啊，妈妈，给我1点钱花。他每次就唱这个歌，他妈就很开心。开心啊！我妈疼我呀，真开心是吧？从小都是这样的。不都长大了吗？还小。在我婆婆的眼里，他就是个小孩。您是不觉得有问题对吧？特别幸福哈。对。所以其实他挺多余的哈。也没有，她是我孙子的妈妈。他挺多余的，我听下来，您带孙子，您伺候儿子，这就要他干嘛呀？我儿子也干呀。没有，就比如说上次过年，我不是说的刚才吗？我婆婆就不肯他去，说儿子要留在家里做家务。我知道这就是个幌子，他在家里哪里做过家务？哎，为什么你不跟着一起回啊？他心也小，特记仇。刚开始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爸妈就有点觉得配不上的意思。不是，现在姑娘不是都嫁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吗？翻篇过去也没什么好脸色。所以我就想着，一直想着就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嘛。回去转天，他就跑过来了。直接当着我爸妈的面，就要把孩子给抱回去。我爸妈看着大过年的是吧，也不好直接当着面去说他。他走了以后，就在那里跟我抱怨，我就。
照片，他每天抽烟吃槟榔，就要吃100来块。你看他那个脸，都已经大成那样子了。为什么造成2000块钱一个月啊？我以前当舞蹈老师的时候，我的工资不会比你低，只会比你高啊。他就觉得我有点搞暧昧一样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谈爱是想和他结婚嘛，然后我就正好我说那就换个工作，我叫我妈就给我找了一个相对一点稳定的这种单位。他现在反而就怪我，其实你工资低是他造成的，是吧？啊，也有一部分原因。哎，你们俩现在既然这么苦大仇深的，搬出去自己过呀？对，我也想过，就我想把就投资在我朋友那个饭馆的几万块钱拿出来嘛。我就说你妈也这么就护着你。别说饭馆这点事，他只想在外面躲，不想回家带人。啥意思呀？不是人家夫妻俩出去过不行啊？现在小孩还太小了，他们出去你小孩现在我们俩出去住，我不放心。1点，小孩还没送幼儿园，我们去上班的时间，爷爷奶奶要来，我买房子要看买得近还是买得远。第2点，我们出去住以后回家我要搞饭，衣服也是我洗，我这不是给自己找痛苦呀？那你爸妈总有老的那一天吧？你总要长大成熟吧？慢慢来呀。哎呀，这大过节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忍啊！您说，你看我媳妇好矫情不？2人的钱要分得这么清楚，做什么呢？所以你给他们干点活，他们啃着您，您特别高兴，是吧？对，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吗？别老说跟婆婆这点事儿，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啊？他不发病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啊，什么叫发病呢？就是比如说，他特好酒，之前喝酒，就喝到已经住院住了大半个月。是有这回事，现在没有那么大的酒瘾了。他改了好多。然后他有一个非洲的朋友，叫他聚一聚，大概是晚上6点多的样子，他就出去吃饭了，吃到12点钟就回来。对。然后他一回到家就放飞自我啊，闹得鸡飞狗跳。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下次再这样子喝酒，那你就干脆别回来了。结果第2天他又跟那个非洲的朋友去喝得很晚回来，我就直接把他锁门外了。然后我婆婆就特别不高兴，把我直接推开，把门给打开了。是不能把他关在门外啊！您不心疼您儿子啊？喝酒喝成那样。我儿子喝酒是不对，是吧？管管呀！我管呢，但是他媳妇可以劝他啦。我儿子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啦，还要我教吗？啊，您还是教他一下吧，他年轻。我儿子本性很好。是。然后他就从这件事非常的记仇，然后过了大半个月的样子，因为我做教育行业，很少有时间出去玩，就周末的时候有朋友就叫我出去打个牌，然后大概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就一直打电话催我回去，然后我那天是晚回来1点，11点多钟回去的，然后他就把我直接给锁门外了。你进来了吗？我是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打电话，我说妈，你儿子又犯病了，你给我开个门好不好？然后我婆婆就说，你哄哄他，让他开心了，他等下就给你开门了。本来就是的呀。然后我一听就气嘛，我就使劲踹门，然后我婆婆就怕影响到邻居，等下别人看笑话，才给我开门让我进去的。就是你说他对吗？我妈星期1到星期5在家带孩子，好不容易熬到星期6，对吧？然后到了晚上，她在外面玩了一晚。白天还是我带的。你在家干嘛呢？我在家一起带呀。我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呢？你那就是躲着带孩子。就说到带孩子，他特别的不用心。带孩子就是给我孩子一个平板，让他看动画片，就看很久很久。现在你不给他看，他就在地上闹腾。唉，我本来就不太会带，我不就觉得我最安全的方法，他在我的掌控之中。就是我在旁边也能干我的事情，搞个东西给他安安静静在那。哎，你除了给他看电脑，你觉得能掌控之外，你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吃的呀。他给儿子洗澡，他看孩子一闹，他就直接把他灯放洗衣机里。我儿子因为恐惧，他就只能站在那里乖乖的听他去洗。放在地上，他又喜欢跑，又调皮，然后他要是一滑一摔，那我还是个罪人。那我觉得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把它一站着，他还害怕，他一动不动，你该怎么给他搓哪里，给他洗哪里，他干干净净。他做的对吗，儿子？这一点我儿子还不太会带人，所以我问您他做的对不对，不是他会不会带。有一点
啊，有一点啊，他儿子做什么都是对的啊，错的也是对的。主持人，你说我在家里真的是，我老公也管不得，我儿子我也管不得。也不叫管不得吧，是没法管吧？对，你们俩婚前没谈单独住的事儿吗？婚前他就说了，他说我要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就我还觉得他是特孝顺的人啊。但是其实我一嫁过去才发现，结果他是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还要啃老。哎，你有没有想过哈？你要跟你老公步调一致的话，回家也往那儿一躺，然后你天天跟你老公在一起玩，像你老公说的那样，把所有的活都给婆婆干了。其实我看这个家庭也挺太平的，是吧？那不可能的是吧？我儿子也不像他说的，什么事都不做。现在我儿子进步好多，他会盛牛奶给小孩，他会给他的崽洗衣服，还会把尿。这是我媳妇说的太严重了。妈，你觉得你这样子护着他是真的为他好吗？我儿子是有好多缺点，是吧？我来教呢，我来说呢，但别人说我就不高兴。哦，那您儿子有什么缺点啊？我儿子就是除了懒惰，就没什么缺点。他一不打牌，有点点喝酒。哦，就喝到住院半个月叫有点点喝酒。对，没在外面乱搞了。现在喝酒喝的少了啊。你们家人知道你们现在生活是这么一种状态吗？我不敢说。我相信你一开始其实挺享受跟婆婆住在一起的生活的，对吧？对，是的。什么都照顾。什么时候你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儿不对了？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都没发现这些问题啊。有了孩子以后就发现了。怎么就有了孩子就发现了呢？是因为婆婆带你的儿子，你觉得有问题是吧？就特别护着他，惯着他，就养成了这没错呀，隔代亲呀，现在。因为我也知道，就他们家一直就是一脉单传嘛，我也能够理解，我也很感激我婆婆就对我们的这些付出，但是我就真的希望我的婆婆能够放手。你媳妇儿说的话对吗？不对。问您儿子呢？我觉得这个，他有时候有点把我想的吧，可能太完美哦，所以其实你就是一凡夫俗子，是吧？我觉得我的那些要求并不高。哎呀，这大过节的哈，你们手里都拿着那个吉福卡了是吧？妈妈拿了3张，儿子拿了3张，媳妇儿拿了3张。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就希望我的婆婆能够放手，让她长大。你能做到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吗？可以，因为我儿子即将要上幼儿园了，我就下了班就直接带他回来就可以了。婆婆等于这一站已经用完了，不用再用了是吧？对，就是你说出我心声。哎呀，我难得说出别人的心声，可不容易了哈。孩子大了啦，就想翅膀硬了，就想飞走了。这就是您想的是吧？对呀。那这个孙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你愿意让他们自己去住吗？我肯定不愿意，我儿媳我当女儿看待。我宠儿子不就是为了他吗？儿子舒服就不得跟他吵啦，两人不就好好过日子吗？但我儿子是不对啦，你不能让一点吗？我来弥补你啦，这个日子不就好过了吗？啊，懂了，就反正什么苦都您吃，对吧？对啊，让他们甜蜜就行了。对，您苦死都行，是这意思吧？对，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呀，可惜我不能拿福哈，你们来拿这些福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吉福时刻。生活当中，你儿子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舞台上，通过儿媳妇的描述和我们亲眼所见的。我就问一下你，就像您儿子现在这样站在您身边，2只手揣裤兜里，或者老是抖腿，或者手抱在前胸，面对着我们所有的观众，你觉得他这样的站姿是尊重人的吗？知错就改，我儿子。所以话就到这儿，我就跟你说2句了。你觉得你的丈夫尊重你吗？不尊重。好，你觉得你能改变你婆婆的想法吗？不能。好，你觉得你的儿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会不会变成像你的丈夫一样？对，我就是一直担心这个。对，也就是说，将来你的儿子也不会尊重你。是的。你现在是1打2，明天就是1打3，对不对？我就问你最后一句话：
你图什么呢？没有，托老老师，你说的我这样，我改变不了你，所以我不跟你对话，我只跟他对话，好吧？哎，能够变成托老老师，我这服。我跟你说啊，这个啊，你看我们在说话，你又打断我们，你们说话我们从来没有打断你，这也是尊重吧？我现在跟你儿媳妇对话，没有跟你对话，因为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你，所以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图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在图什么。你就自己扪心自问，如果你问得清楚，我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要的是不是最基本的尊重，还是说我的自由？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想清楚了。如果你想清楚了，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要得到，你就可以继续跟他们生活下去。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东西你要不到，你就应该做出你的决定，好吧？来，于老师，我也理解这个涂丽老师的意思。妈妈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那是从最原始的根源上一个最大的影响。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你这个妈妈已经剥夺了这个妈妈对你孙子的影响，就是那个孙子就已经没有妈妈了，你知道吗？没有啊，对，他眼睛里只有奶奶。这个事情你都是错的，因为孩子眼睛里面他不可能用什么都能替代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那份爱。还有一个，这个家庭都得需要你去付出，你的付出是不但是无效的，反而会坑了他们。坑到什么程度？坑到你的儿子乃至你的孙子无法抵抗外来的所谓的一点点的这个风雨。刚才说2岁孩子没得过病，那太可怕了。按照您的方式非常的细心，反而孩子一点免疫力都没有，只能在您的呵护下他是温暖的，但一旦离开了您的怀抱，包括您现在的儿子一旦离开您的身边，他就一定不快乐。我就只说这么多了，不说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还有哪位导师能为我说说话吗？来，我为您说句话啊，这妈妈确实是，就像刚才我还没说呢，没说，有这个吗？您等等，这叫贿赂，这叫贿赂。我全说完了，您再，那我先贴上啊，待会儿您要想撤再撤。跪下要吧。你拿人家的嘴短啊，严老师。我这人最不怕了，大不了再送。我告诉你，您说的不对，我们立刻反击。对，我先贴上，我2朵小红花先。不是，真心啊，我觉得妈妈是真的希望他们好。我相信你出于本心，但是阿姨，有时候我们说自己认为伟大的爱，愿意扛下所有苦的爱，有可能是错的。20年以后，您儿子怎么过这日子？谁照顾他？过20年，您万一身体不好了呢？儿子谁照顾？我儿子也会长大了，会懂事了，我永远这样。不大。对呗。您知道他在场上那个叉着腰、抱着手、揣着口袋、抖着腿，这换成任何一个不懦弱的妻子都得训他。你这儿媳妇错了都不敢训他。有句老话，我不跟您辩啊，我不跟您辩，我拿了您的这个福字了。但是我是希望很难受。儿子自己想清楚啊，儿子想清楚，20年后你跟谁过？你如果永远就在你妈旁边站着，将来受罪的是你自己。儿子也给我个福呗，是吧？哈，帮你长大。这个没问题，真给我呀，太好了。没有，你可真够可以的，我第一次认识。真的是你控制你自己。控制一下啊，不是，我是真觉得希望他们都能够好起来。我没拿他们娘俩的东西，我说2句啊。女生啊，你会不会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种感受，其实你和婆婆之间是极大的对立？你会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啊，她的老公是她的，我的老公也是她的。我的儿子还是他的儿子是他的，我的儿子也是他的，全家都是他的，他就站在世界的中心，拥有爱，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对，你是一个外人。是的，我就是感觉这样子。在你婆婆的心里，你所有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女人是我孙子的妈妈，她没有讲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儿，这是我儿子的媳妇儿。其他的这一切啊，我不想讲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家庭的中心，她拥有这3个男人的爱，所以你其实是非常孤独的在这个家里，但是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去表达这样的情绪，
所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说到你心里去啊？我跟你说的对话到这里绝对有。我不是要福的意思，没是这个，是这个意思。我本来就想过来给你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本来就想过来给你了，就是啊，贴上吧。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很漂亮，是吧？你老说实话。然后我想跟妈妈说一句话：作为婆婆，应该把儿媳妇当女儿，但是你没有把她当女儿，双标。你儿子在外面喝酒喝大了，哎呀，赶紧给他开门，推开儿媳，我得开门，一会儿冻着了。儿媳妇在外面玩嗨了，半夜也没有特别晚回来，11点回来，而且偶尔为之啊。你赶紧给我儿子承认个错误，他开心了就给你开门了呀。你拿他当女儿了吗？刚才怎么讲？只要把我儿子哄开心了，你们俩就不吵架了吗？凭什么人家要把你儿子哄开心啊？你刚刚一直在讲哪位老师踢我说一句话我就给他个负，很难呐，阿姨，我觉得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人家的老公和人家的儿子还给他，没有什么奶奶妈妈这种名字，奶奶妈妈如果没有人教，一般孩子是叫不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位置，当然我是说不到您心坎里了啊，我希望你想一想。还有这位先生，你能不能大过年的不站得跟个圆规似的？我看半天了。对，正视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姿势，在家庭当中面对父母，面对妻子，像一个男人一样。我真心的希望你们思考一下，祝你们幸福。好，谢谢袁老师。哎，我能接着说，你让我们仨女的先说完啊，阿姨，我们3个人都是儿子，但阿姨我说一句您不高兴的话，我们3个人未来的目标是一定不要成为像您这样的婆婆。您有没有想过，现在您有的是孙子啊，如果她生的是个孙女儿，这孙女儿以后要嫁给别人的，去别人家过这样的日子，您心疼孙女儿吗？会吧？所以这就叫将心比心嘛。您也是女人，我想问一下，您的婆婆跟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的婆婆跟我关系很好啊，我在家里。您在做儿媳的时候，您的老公听谁的？一直是听我的。她的老公现在听谁的？为什么说您当儿媳的时候，您会觉得哦，我婆婆跟我关系很好？是因为您的婆婆没有介入到你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当中，但是您现在对儿子过多的掺和到他们俩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今天是解决他们俩的问题，我觉得今天这一场节目其实是来解决您的心理的问题。如果您希望儿子和儿媳妇真的过得好的话，您狠心把他们推出去。如果您不狠心把儿子儿媳妇推出去的话，你信不信时间再长，他们俩一定会离。你其实啊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我们这些人都不认识你们俩，不可能带有偏见。我们所有人就是就今天舞台上你们的对话、你们的表现，才来做出我们自己最真诚的提问。所以阿姨就还是那句话，为了孩子，您是他的妈妈，陪他跑完第1场接力赛，这个接力棒该交给媳妇儿了。您就做到儿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您就多跟自己老公出去钓钓鱼、旅游、散散心。对，说得好，谢谢，说得好，人也长得漂亮。谢谢。自己看一下，您媳妇儿多好呀，好好对媳妇儿，我儿媳妇对女儿一样看待她。对呀。我想跟儿子对对话。我其实有着跟你相似的经历，我也有一个非常溺爱我及我哥的妈妈，什么都为我们操心，什么家务我也不干。我母亲今年是79，白发苍苍，身体呢小病不断。但是我觉得我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结婚之后，我从那个家出来了，我的爱人让我知道了，原来啊我以前做的不对，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母亲，因为我太理所当然你对我的爱。你笑什么？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个哥哥吧，所以比你还受宠一点。你是认为他受宠吗？好有意思啊！好，对，其实如果你有哥哥的话，你妈会更累。如果说你认识到这个问题，再过几年你一定会后悔的。
明白吗？我认识到了，我能做的就是在我力所能及时，我多回去看看，然后多跟他聊聊天，然后有机会我们全家邀请他及我哥一起出去旅游，但他现在还说不。就这个春节，我想带我妈出来，不要再为我的侄女再去操心了。他们夫妻俩可以的，能不能跟我们去度假去？我母亲还说走不了。哎呀，我不想去，是不想去吗？他是走不脱身的。我很羡慕我岳父，我岳父就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女儿，他现在到处去玩，这就是不一样的老人，不一样的生活。原因是什么？就有不一样的儿子，就这样。好，谢谢徐总。你哥会看节目吗？我哥可能不看。接下来时间你们自己说说吧，听了老师们的这个建议，你们自己有什么触动的，有什么感触，你们可以说一说。我想再问一次我老公，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搬出去住？我们一家3口。行吧，搬出去住。今天其实最好的收获就是他们听到了在生活当中听不到的，能接受就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也没有办法，毕竟那是属于你们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儿子得向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媳妇儿得赔个礼道个歉，从今天开始独立的生活，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心想的，如果你想，你就应该有勇气开出这一步。重新开始，老婆，我错了。妈，我错了。希望你能够像你说的一样。那必须的。我希望你就能够变得成熟一点，能够独立。慢慢来，慢慢来。保护我，保护儿子。那必须的，慢慢来。回吧，谢谢你们，请回。主持人，我要谢谢大家，想跟这些老师合个影。哦，来，合影。谢谢您，请回。福满新春，各位胸前都贴好了福了啊！我先读一段广告。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最后咱们当然就是点那个福字了，对吧？福最多的就可以抢年货了。在此之前，我再给你们设置一道关，每人要简短的谈谈你跟爱宝这事。10年酸甜苦辣，我在这个舞台上的这一刻，我做到了我分内应该做的事儿，我觉得我帮助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欣慰的。当他离开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也是幸福的，我愿意幸福的和爱宝一直走下去。好，杜琪老师，我希望未来的10年、20年，爱宝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婚姻和爱情的诉说者和记录者。好，谢谢。左岩老师。我是爱宝最年轻的一个老师，就是来的年头最短的。我是爱宝3年纯啊，不像你们都已经10年纯了。但是这3年当中，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希望我能像过去的3年一样，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在这个舞台上，只说我想说的，只说我认为是真的话给大家听。然后我希望未来的20年，我可以成为爱宝20年以后的女儿红。好，谢谢左岩老师。爱情保卫战10年，我在这个舞台上见证了很多的悲欢离合。我希望所有的人呢，包括我们在内，都能因为爱情，能让自己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包容，并且呢，越来越幸福。好，谢谢。爱宝就像一扇窗，为我们打开了老百姓的日子，让我们看到了千家万户的景象。但其实每一个家庭，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追求幸福。我就希望我们的爱情保卫战又是一扇窗，这扇窗打开就是给你们找到幸福的一个目的地。这10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保证，我尽力了。我想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爱宝走过10年了，我特别希望接下来的10年、20年、30年，我们能一起携手，真正找到通向幸福的道路。
希望大家都能收获美好的爱情。谢谢。你们是让那福特